和中国很多南方地区一样，每年端午节，江西南昌都会有一场热闹的龙舟比赛。比赛在赣江的一条支流上举行。在赣江中游的东岸，有一个叫新赣的县。新赣县有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大洋洲镇程家村。1989年9月，村民们为了维护赣江大堤，来到沙堆上取土。突然，几个村民在沙土中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修关东大堤，但是这个有宝的地方啊，各的建设各个都也是很高，我就装土装的早，装的把这个宝发现了。根据古书中的记载，在远古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比较荒凉的地方。江西历年的考古发现虽然也有一些成果，但大多比较普通，从没有引起过外界的关注。当时就是感觉到非常震撼，因为我们从雪山走出来，应该没见过什么东西，看那么多东西出来，原来也知道江西也没有什么明显出过一些比较集中出现过青铜器嘛，一下子那么多东西出来。所以我当时就说非常兴奋，跪在地上，就说我看到什么东西了，天哪，就这样的，所以当时非常兴奋。一位年长的考古人员则欣喜地说：“这下我们江西，我们新赣要出名了。”他的判断没有错。一向默默无闻的新赣县大洋洲镇确实因此而被世人了解。由于这处文化遗存比预想的规模要大，所以考古队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1个多月后，考古工作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展开。挖掘工作进行了10天，全部遗存已基本暴露地面。那个东西沉埋到沙里嘛，所以非常沉重，里面装的很湿的沙嘛，所以当时我们几个小伙子刚刚才20挂零嘛，都抬不起，几个人抬不起，把腰闪到了。考古队员不放过1寸沙土，他们蹲在炎热的坑底，一遍遍地搜寻。在沙土中，他们找到了24颗人类的牙齿。结果后面把这个24颗牙齿送给我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很高兴叫了他们一化验以后呢，是3个不同的个体嘛，3个不同的个体，一个是中年妇女的牙齿，还有一个是一个小孩的牙齿，还有一个是那个是1、2岁的是那个20岁左右的一个，到底是男性女性搞不清楚。这些神秘的死者究竟是谁呢？这片看似平凡的沙土地中，究竟埋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挖掘工作结束后，统计显示，在这个2.15米深的坑穴里，堆放着1000多件文物，其中有700多件玉器、100多件陶器以及475件青铜器。科学的测定显示，坑穴的时代距今超过3000年。3000多年前的古中国被一个叫商的王朝统治，
王朝的首都位于中国北方的河南省安阳市，叫殷墟。人们在殷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还有举世瞩目的甲骨文。在那个时代，人类文明以我们现代人陌生的方式展示自己的魅力。人类制造复合的金属物品，做成青铜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技术，因此这个时代也被称为青铜时代。江西大扬州青铜器的发现，给考古学家带来了不小的意外。这件高105厘米的青铜器是用来蒸煮食物的炊具，重达78.5公斤，是目前中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眼，被称为中国眼王。还有一把大铜钺，这是一种砍杀的兵器，也可以作为刑具使用，它代表着生杀的权利。在这把钺的中间靠上部的位置，有一个长方形的镂孔，像一张大嘴，里面还伸出了11颗獠牙，显得气势汹汹。这些青铜重器说明大扬州文物的主人势力强大，地位显赫。从青铜器的风格来看，它们和中原地区似乎有着不解的渊源，但是又不完全一致。几件比较早期的，像二里岗期的铜器，它明显就是说，甚至制作风格都是跟中原地区是一致的。很显然，这就是传承过来的。东西并没有像安阳集团那么爱好，所以他这里就把他们本该在他里做的酒器的东西，把它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比如他加了3个竹，加了3个变成鼎是一个吹去了，是一个煮东西用的。更有趣的是，这些铜鼎一眼看去，鼎耳上总多出了一对对塑形生动的兽形装饰，活泼自然，特别是卧虎的形象出现的最为频繁。而这件青铜器的外形本身就是一只有着2条尾巴的老虎，老虎身上站着一只小鸟，虎的威武、勇猛和小鸟的灵动结合得恰到好处。老虎和小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想象。频繁出现的虎的形象，也许并不是简单的装饰品，而有着别的深刻寓意。它里面虎的形态特别多，包括纹饰、造型，特别的像8.7公斤的这个双尾虎，它这么重要的像一个标志性的一些徽字哈，这么明显，所以它就说是整个这个铜器群里面它的一些意识形态深层的东西啊，可能还是跟虎方还是关系比较密切。虎方这个词曾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出现。甲骨文记载，商代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个崇拜老虎的边远方国，叫虎方。商王朝曾视之为劲敌，多次出兵征伐。这个小村庄，这片沙土地，真的曾经是一个方国的中心领地吗？它和商王朝之间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呢？虎方的传说难道是真的吗？这让人们联想起了大扬州之前的一些考古发现。早
早在1973年，考古学家就发现过一个古文明的遗址，文明的中心在一个叫吴城村的地方，因此被命名为吴城文化。吴城遗址和大洋洲只有20公里的距离。1988年，人们又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古城遗址——牛头城遗址。牛头城距离大洋洲更近，仅有3.5公里。对比牛头城遗址和吴城遗址，考古学家发现，牛头城的居民似乎比吴城的居民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技术，他们的城墙采用了夯筑技术，而不是简单的堆筑，他们的建筑规划得更为周全。因此，有专家提出，大洋洲文物的主人不在吴城，而在牛头城。牛头城的居民掌握了更高的技术，所以他们有可能是从中原迁来的移民。如果他们是来自中原的移民，那么关于虎方国的假设就不成立了。但是也有不少专家坚持认为，文明的创造者应当是当地土著居民，他们只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大洋洲的许多文物具有鲜明的异邦风情。大洋洲的先民喜欢的动物与中原不同，除了虎之外，鱼也是他们经常表达的主题。它们被做成鼎的足，鱼的样子很夸张，大张着嘴，咬住鼎腹，眼睛瞪着，面目狰狞。虽然众说纷纭，但大洋洲的一切都说明，这里建立的政权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代。即使它不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国，也一定是当时中国南方最重要的王国之一。无论对文物的研究有多么充分，关于大洋洲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得到统一。最大的争论集中在这些文物出土的地点，这里究竟是不是一处墓葬？虽然没有找到棺椁的痕迹，但是24颗牙齿的出土，不得不让人相信，他们就是墓葬的主人。反对墓葬说的人们提出了疑问：仔细考察文物摆放的位置，会发现它们呈现出并不规律的状态，没有一般墓葬规整的边际，也没有看到墓道。但是坚持墓葬说的专家又对这种说法给予了回击。它这个站在沙堆里面，它这个属于都是松散得很，一动就是斜掉了，都是松掉了，发掉了。所以没有整齐的墓边，你就很难判断它是。然而，反对墓葬说的学者们认为，这些文物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这说明这些物品不是一次性放进去的。不仅文物分布没有规律，而且品种比较单一，时代跨度大，这些都不符合当时贵族墓葬的特点。所有的埋藏品，大量的在当年埋床的时候就已经被打烂了，而且大量的经过了火烧的，有了火烧的，上面有火烧的痕迹。那些青铜器都已经被砸烂了。这一般来说，在墓葬里面这种现象是不多见的，最少在商代是不多见的。
在四川的三星堆遗址，2个大坑中的物品也有被毁坏的情况。三星堆被判定为祭祀坑，而不是墓葬。那么大洋洲的坑穴会不会也是源于一种古代的神秘仪式呢？这个大坑会不会也是类似于三星堆遗存的祭祀坑呢？原始时代，人类的信仰崇拜博杂而广阔，上帝、祖先、天地、日月、山峰、雨雪等都是他们祭祀的对象。在大洋洲的文物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原始巫术的面貌。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地位，这幅神秘诡异、威严慑人的面容与半人半神的巫师十分吻合。当年，在这片沙地上，巫师们是否曾经带领很多民众进行过某种仪式呢？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而祈祷？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最珍爱的器物奉献给神灵？一些专家对文物本身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大洋洲的文物中不仅有十分贵重的典礼性的器物，也有不少普通和廉价的陶器。这个现象给了他们启发。我个人认为，它很有可能是一场很盛大的立社。在古代的商代的时候，立社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儿，是一个立社的一个祭祀活动。那么，只有这么盛大的一个国事活动，或者一个大型的部落联盟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么才有可能拿这么多的东西集中的埋藏到一个地方去。社祭发端于先民对土地的崇敬与膜拜，社是人群共同体的象征，是君王和百姓共同的神灵。因为立社的参与者有当地的上层的贵族，也有普通老百姓，所以这里就能够理解，这里有300多件陶器，有400多件铜器的同时，也300多件陶器。在大洋洲的文物中，有不少兵器和农具。社祭说使这种情况也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但是为什么要在大洋洲举行这种社祭活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又要到大洋洲之外去寻找。其中的关键还在那2座神秘的古城遗址——吴城遗址和牛头城遗址。2005年和2006年，考古队对牛头城遗址又进行了深入发掘。这一次的发现又让人们有了新的看法。牛城遗址时间跨度比吴城还长呢，它新世纪晚期到商代、周代跨度时间更长。吴城遗址和牛头城遗址仅仅相距20公里左右，两地出土的陶器风格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说明2个距离很近的大城市曾并存了很长时间。那么在遥远的过去，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呢？一些考古学家联想起曾在吴城遗址中的惊人发现，就是发现的那个里面的城壕里面有很多头盖骨，就是没有肢体的，就是个头盖骨，很多啊。根据这些头盖骨，考古专家还原了3000年前的一场战争。牛头城遗址和吴城遗址的居民不是一个族群，而是2个曾经长期并存的敌对部落。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那么这个冲突以后，就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联盟，或者一个新的政治平衡。那么在这么一个过程中，才会出现了，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一次盛大的。他们没有留下文字和绘画，使得我们无法完全确切地了解他们。但在他们留下的青铜文物上，我们能够依稀找到往日的故事。实验室里的铅同位素测试证实，大洋洲青铜器的原料全部来自铜陵古铜矿。江西瑞昌的铜陵古铜矿遗址距离大洋洲大约100多公里，这里曾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铜矿生产地，它的开采年代大约距今3000多年。一路北上，送到当时的王都殷墟。青铜之路，同时也是一条文明传播的道路。各种先进技术和艺术手法在这条道路上南来北往，交流促使了各地文明的进步。这也许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大洋洲的文物上聚合了相当多的中原文化因素。人们推测，到了商代晚期，由于殷商王朝的国力下降，赣江中游和中原之间以青铜为中心的贸易中断了，赣江沿岸的文化失去了经济和文化的支柱，一个辉煌一时的青铜王国渐渐沉没了。